陆遥和媳妇都已40多岁，一直没能生养孩子，夫妻俩靠着开豆腐房维持生计。邻村有个叫玛丽的孩子，爹娘早逝，孤苦伶仃，没人照管。街坊邻居见状，都劝陆遥、玛丽，这孩子太可怜了，你们又没儿女，不如收养他当儿子吧。陆遥琢磨了一会，点头答应，这孩子确实命苦，我就收下他，不过不用让他叫爹妈，叫老哥老嫂就行。大伙儿都说叫啥无所谓，能给孩子一个家就好。村里的没感到骄傲。陆遥见玛丽模样周正，脑子又机灵，打心底里高兴，暗自琢磨，真是老天爷眷顾，老来得了这么个兄弟，以后养老也有指望了。玛丽懂事以后，陆遥便省吃俭用供她念书，玛丽也争气，读书刻苦，一学就会。一晃10年过去，玛丽学业有成，决定进京赶考。临行前，陆遥夫妻俩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瞎驴都卖了，凑够盘缠给他带上。玛丽握着老两口的手，含泪说：“老哥老嫂，你们放心，等我考中了，一定好好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果然不负众望，玛丽在京城一举考中状元。得知消息的陆遥夫妻俩欣喜若狂，可左等右等，却迟迟不见玛丽回家，也没等来半点音信。日子一天天过去，陆遥心里渐渐生了气，对媳妇说：“我去京城找他问问清楚，你在家等着，豆腐房先停了。”就这样，陆遥揣着仅有的一点碎银上了路，可没走几天，钱就花光了，一路靠乞讨才勉强赶到京城。到了状元府门前，陆遥对守门的差役说：“麻烦通报一声，我找状元玛丽，我是他老哥。”差役见他虽衣衫朴素，但气度不像常人，不敢怠慢，赶紧进去禀报。玛丽听说老哥来了，连忙亲自出门迎接，还破例从正门把陆遥迎进府里。按规矩进状元府，一般只能走偏门。进府后，玛丽立刻让人给陆遥换上崭新的绸缎衣裳，每日好酒好菜招待。可他刚中状元，公务繁忙，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堆积如山，实在抽不出太多时间陪伴陆遥。陆遥在状元府住了好些天，每天除了吃喝就是休息，日子过得清闲，却也腻烦。他心里惦记着家里的媳妇，坐卧不安，琢磨着玛丽虽然招待周到，可家里还有老伴独自操劳，我怎能在这安心享福？一天清晨，陆遥没跟玛丽打招呼，悄悄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状元府，走出京城10里多地，心里的委屈和失落一下子涌了上来。他坐在路边放声大哭：“玛丽啊玛丽，你忘了当年的情分了吗？我和你老嫂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如今发达了，就不管我们了。”哭声在空旷的官道上回荡，引得几只麻雀从路边的杨树上飞了起来。陆遥越哭越伤心，想起当年供玛丽念书时，自己和媳妇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腐，省吃俭用，把最好的粮食都留给玛丽。想起玛丽赶考时，夫妻俩把仅有的瞎驴卖掉，凑够盘缠时的不舍。想起自己一路乞讨来京城的艰辛，再想到玛丽虽好酒好菜招待，却连句掏心窝的话都没说几句，更没提接媳妇来京城享福的事，心里的委屈就像决堤的洪水，怎么也止不住，正哭得起劲，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陆遥擦干眼泪，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青色短褂、腰束皮带的小伙子，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正朝着这边赶来。小伙子看着20出头的年纪，眉眼清秀，神色爽朗。见陆遥坐在路边抹眼泪，连忙勒住缰绳，翻身跳下马，快步走上前，关切地问老大哥：“您这是要去哪啊？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哭得这么伤心？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陆遥见小伙子神色诚恳，不像是坏人，心里的防备少了几分，叹了口气，抹了把脸上的泪痕，沙哑着嗓子说：“我要回乡下老家。”小伙子见他不愿多说，也不追问，只是笑着说：“老大哥，您这么大岁数了，这官道又远又不好走，靠走路回家得走10几天，多费劲啊。”
不如您骑我的马，我送您回去吧。路遥连忙摆手，不行不行，小兄弟这可使不得，马是你的宝贝疙瘩，我哪能骑？再说你送我回去，耽误了你的事可怎么办？小伙子笑着说，老大哥，您别客气，我正好也要往那边去办点事，顺路送您，不耽误事的。您快上马吧，这太阳越升越高，一会天热了更难走。说着就伸手想扶路遥上马，路遥还是不肯。小伙子又劝了半天，说自己年轻力壮，走路不费劲，让他别跟自己客气。路遥见小伙子一片真心，实在架不住，他再三坚持，只好红着脸答应了。小伙子小心翼翼地扶路遥上了马，又把自己的行李捆在马背上，然后牵着马缰绳在旁边步行跟着。一路上小伙子对路遥格外照料，走了没多久，就从包袱里掏出一个水壶，递给水路遥，老大哥您喝点水润润嗓子。到了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小伙子又找了个树荫下的阴凉处，扶路遥下马休息，从包袱里拿出白面馒头和腌肉，递给路遥，老大哥您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垫垫肚子。路遥看着手里的白面馒头，心里暖乎乎的，他这一路乞讨过来，吃的都是别人施舍的残羹剩饭，好久没吃过这么像样的东西了。他咬了一口馒头，又香又软，忍不住眼眶又红了。小伙子见他这样，以为他还在伤心，连忙安慰道，老大哥，您别难过了，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过去的。路遥点点头，哽咽着说，小兄弟，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我这一路过来没少受别人的白眼，还是你心肠好。两人边吃边聊，路遥忍不住把自己护玛丽的事说了出来，说自己含辛茹苦把玛丽养大，供他考中状元，可他发达后却忘了自己和老嫂，自己心里实在委屈。小伙子听了没多说什么，只是劝他别多想，或许玛丽有自己的难处。路遥叹了口气，说自己也知道玛丽刚中状元，公务繁忙，可心里就是忍不住难过。吃完东西歇了一会，两人又继续赶路，依旧是路遥骑着马，小伙子在后面步行跟着。小伙子走路很快，却始终跟在马旁边，时不时问路遥累不累，要不要停下来休息。路遥心里暗自感叹，这小伙子真是个难得的好人，比自己养大的那个状元兄弟还贴心。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小伙子抬头看了看天色，对路遥说，老大哥，天已经黑了，前面不远有个郭家客店，咱们今晚就在那住下，明天再赶路吧。路遥面露难色，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小兄弟，不瞒你说，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哪有钱住店啊？要不咱们就在路边的破庙里凑合一晚吧。小伙子笑着说，老大哥，您放心，住店的钱我来付，您不用操心。破庙里又黑又冷，还有蚊虫叮咬，您这么大岁数了，住那会受不了的，咱们还是住客店吧，舒舒服服睡一觉，明天才有精神赶路。说着就扶路遥上马，牵着马往客店走去。到了客店，小伙子找掌柜的开了2个房间，又让掌柜的准备了热水，让路遥洗漱。晚上吃饭的时候，小伙子又点了2荤1素3个菜，还打了1壶米酒，给路遥倒了一杯。老大哥，您喝点酒暖暖身子，晚上睡得香。路遥看着桌上的酒菜，心里既感动又过意不去，说，小兄弟，让你破费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小伙子笑着说，老大哥，您别跟我客气，能帮到您我高兴。第二天一早，两人吃过早饭就继续赶路。一路上小伙子依旧悉心照料路遥，遇到难走的路段就先把路遥扶下马，自己先把路平整一下，再扶他上马。路遥心里越来越过意不去，总想着要好好报答这个小伙子。走了5天，眼看就要到自己的村子了，路遥心里却泛起了愁。他想到自己家里还是那间破旧的小屋，媳妇一个人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小伙子一路辛苦照顾自己，
吃的喝的都花他的钱，到了家自己连一顿像样的饭都管不起，这可怎么好？思来想去，陆瑶还是停下了。再留几日吧。对小伙子说：“小兄弟，前面不远就是我的村子，这一路多亏你照顾，我无以为报，好歹到我家坐一会，喝口水，让我媳妇给你煮碗热汤面吃吧。”小伙子摆摆手，笑着说：“老大哥，不用客气，您快回家吧，别让家里人惦记，我还有事，就不进去了。”陆瑶急了：“小兄弟，你怎么能不进去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连碗水都没让你喝，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你就进去坐一会，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的。”小伙子还是不肯说，自己的事比较急，必须赶紧去办。说着就扶陆瑶下马，把行李递给他，然后翻身上马，对着陆瑶拱了拱手：“老大哥，我走了，您多保重。”说完就骑着马飞快地离去了。陆瑶望着小伙子远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感激。他拎着行李慢慢走进了村子，可刚走到自家原来的住处，他一下子就愣住了，脚步像定在了地上一样，半天挪不动。原来自己那间低矮破旧的小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墙大院，院墙是用青砖砌成的，门口还有2个石狮子，大门上挂着一块红漆木牌，上面写着“陆府”2个大字，气派非凡。陆瑶的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眼睛瞪得溜圆，气得浑身发抖。他心里暗骂哪个恶霸这么大胆，竟敢霸占我的房子。我和媳妇在这破屋里住了几十年，就算家里穷也是我们的家啊！今天我拼了老命也要跟他讨个说法。他拎着行李怒气冲冲地走到门口，正要抬脚踹门，就看见2个穿着干净衣裳的小姑娘搀扶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从院里走了出来。老太太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慢悠悠地走着。陆瑶仔细一看，那老太太的眉眼分明就是自己的媳妇。陆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心里的火气更旺了。他以为媳妇是嫌贫爱富，跟哪个恶霸好上了，把自己的房子卖了，还住进了这么气派的大院。他忍不住指着院子破口大骂起来：“好你个没良心的！我在外面受苦受累，你却在这里享清福，你忘了我们夫妻俩这么多年的情分了吗？你跟哪个恶霸勾结，霸占了我们的家，今天我非要拆了这破院子不可！”他越骂越凶，把能想到的难听话说了个遍。周围路过的乡亲们听见动静，都围了过来，议论纷纷。媳妇被他骂得莫名其妙，好好的老头子从京城回来，怎么就发这么大脾气？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连忙挣脱2个小姑娘的搀扶，快步走上前，拉住陆瑶的胳膊，着急地说：“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好好的怎么骂人啊？”陆瑶一把甩开他的手，怒气冲冲地说：“我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这房子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人合伙，把我们的老房子卖了，住进了这恶霸的院子里？”媳妇见他误会了，又急又气，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连忙解释道：“当家的，你别胡说，这房子不是别人的，是咱们自己的，咱们自己的。”陆瑶冷笑一声：“你别骗我了，咱们那间破屋漏风漏雨的，怎么可能变成这么气派的大院？”媳妇拉着他的手，把他往院里拽：“当家的，你跟我进来看看，我慢慢跟你说。”陆瑶半信半疑地跟着媳妇进了院子，只见院里铺着青石板，两边种着花草树木，还有一口水井，比以前的破院子好上1000倍万倍。进了正房，媳妇让2个小姑娘给陆瑶倒了杯热茶，然后坐在他身边，慢慢解释起来：“当家的，你还记得你去京城找玛丽那天吗？你走后没几天，就有几个穿着官服的人来找我，说他们是玛丽派来的。他们说玛丽中了状元，心里一直惦记着咱们，知道咱们的房子破旧，就特意派人回来，把老房子拆了，盖了这座新宅大院，还说怕我一个人在家孤单，特意派了2个小姑娘来照顾我，给我送了好多钱和粮食，让我不用再开豆腐房，辛苦了。”陆瑶愣住了，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说
这房子是玛丽盖的，她还派了人照顾你。我很好。媳妇点点头，你呢？擦了擦眼角的眼泪。是啊，我一开始也不信，后来他们拿出玛丽写给我的信，我才相信的。玛丽在信里说，她刚中状元，公务太忙，没法立刻回来探望咱们，等忙完了就会回来。她还说让我好好照顾自己，别惦记她，也别惦记你，她会想办法找你的。路遥听了媳妇的话，心里又羞愧又后悔。他没想到自己竟然错怪了玛丽，还在路边大哭大骂，说玛丽忘恩负义。他捂着脸懊恼地说，我真是糊涂啊，我不该不跟玛丽打招呼就偷偷走了，更不该误会她。媳妇拍了拍他的手，安慰道，当家的不怪你，你也是心里着急，玛丽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不会怪你的。正说着，媳妇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说，对了，当家的，你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好心人啊？玛丽派人送钱送物的时候跟我说过，她怕你在京城待不住，会自己偷偷回来，特意派了个随从在后面跟着，要是遇到你就护送你回来。那随从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跟你描述的那个送你回来的小伙子一模一样的。路遥一听，顿时恍然大悟，拍了一下大腿，原来是这样，那个送我回来的小兄弟竟然是玛丽派来的，难怪他对我那么好，一路照顾得无微不至，我还以为是遇到了陌生人的好心，没想到是玛丽特意安排的。想到这里，他心里的愧疚更浓了。没过几天，玛丽就派人送来了书信，说自己已经忙完了手头的公务，不日就会回乡探望他们。路遥夫妻俩高兴得不行，连忙让人收拾房间，准备好酒好菜，等着玛丽回来。又过了几天，玛丽果然回来了，她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几个随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家里。一见到路遥夫妻俩，就立刻跳下马，快步走上前，跪倒在他们面前，磕了3个响头。老哥老嫂，我回来了，让你们久等了，我对不起你们。路遥连忙扶起他，看着眼前威风凛凛的状元，又想起自己之前的误会，眼眶红了。玛丽，快起来，是老哥不好，不该误会，你还偷偷从京城跑了回来。玛丽站起身，握着路遥的手，愧疚地说，老哥，是我不好，我刚中状元，公务太忙，没能好好陪你，也没能及时回来探望你们，让你们担心了。一家人团聚，心里有说不完的话。玛丽详细跟他们说了自己在京城的情况，说自己一直惦记着他们，只是身不由己。他还拿出很多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递给路遥夫妻俩，让他们好好享受晚年。路遥夫妻俩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玛丽在家住了半个月，每天陪着路遥夫妻俩聊天散步，还带着他们去镇上赶集，买了很多他们喜欢的东西。乡亲们见玛丽中了状元，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对路遥夫妻俩还这么孝顺，都纷纷称赞玛丽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临走前，玛丽又安排了2个可靠的随从留下来照顾路遥夫妻俩，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生活费，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事就派人去京城告诉他。路遥夫妻俩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看不见玛丽的身影，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家。从那以后，玛丽每年都会派人回来探望路遥夫妻俩，送很多钱和东西。每隔几年，她还会亲自回来住一段时间，陪伴他们。路遥夫妻俩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每天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人照顾，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路遥常常跟乡亲们说，我以前还误会玛丽，以为她发达了就忘了我们，现在才知道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玛丽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从来没忘记过我们的养育之恩。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过了2年。路遥夫妻俩在崭新的大院里过得舒心踏实，豆腐房早就关了炉灶，再也不用天不亮就摸黑推磨，熬夜煮浆。院里花木常青，下人伺候周到，每日3餐荤素搭配，冷暖起居样样有人照料。村里旁人看在眼里，个个都羡慕他们老来有福。
捡来一个懂事孝顺的状元弟弟，后半辈子再也不用吃苦受罪。路遥平日里闲来无事，最爱搬一把藤椅坐在院门口，和来往串门的乡邻唠嗑说话。每次说起玛丽，他脸上都是掩不住的骄傲，一遍遍念叨当年如何收养孤苦无依的少年，如何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如何卖掉家里唯一的虾驴凑齐赶考盘缠。再说到后来自己进京寻人，误会出走，路上巧遇好心人护送回家，最后恍然大悟，知晓一切安排，一桩桩一件件说得细致周全，乡人们听得连连点头，都说路遥心善积德，才换来这般好福报。只是人心这东西，最容易在安逸日子里慢慢生出别的心思。路遥年纪渐渐大了，性子也变得越发爱琢磨。一开始他只觉得安稳享福便足够，可时间久了，看着偌大宅院，锦衣玉食，再想起玛丽如今在京城身居高位，权势显赫，来往皆是达官贵人，心里悄悄就生出了一丝不一样的贪念。他常常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跟媳妇低声嘀咕：你说玛丽如今官做得这么大，手里握着多少权力多少银两啊，咱们这辈子受苦受累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把她拉扯成人，难道就只守着这一座院子安稳养老不成？媳妇心思单纯，听得连忙劝他：别担心，老头子，做人要知足啊，当初咱们收养他，本就没想过要什么回报，如今他给咱们盖新房，送钱粮，派人伺候，年年挂念，已经是天大恩情了，可不敢再多贪心，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多了反倒伤感情。路遥嘴上嗯嗯应着，心里却半点没听进去。他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多，玛丽回报的还不够圆满。尤其村里渐渐开始有闲话入耳，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他说：路遥老哥，你如今可是状元的至亲长辈，怎么就甘心守在乡下小院里？不如让状元把你们接到京城府邸去住，想一想京城大福气，那才叫风光体面呢。这话听得多了，路遥心里那点念想就越发扎得深，他越想越觉得有理，自己辛苦养育一场，难道只能困在乡下养老？若是能住进京城状元府，出门有车马随行，来往有官员礼让，那才是真正扬眉吐气，一辈子抬得起头。慢慢的，路遥心里开始悄悄埋怨玛丽，埋怨她虽年年送钱送物，却从不主动接他们进京常住，埋怨他虽回乡探望，却从不说让二老跟随身旁侍奉终老，埋怨他官越做越大，规矩越来越多，人情反倒越来越淡。这份心思藏在心底，平日里不显露，却一点点磨着他的脾气，让他渐渐变得敏感又计较。没过多久，村里闹出一件事，彻底把路遥心里那点贪念和怨气勾了出来。邻村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家里儿子在外经商发了大财，把爹娘全数接到繁华城里享福，宅院豪华，仆从成群，逢年过节回乡祭祖，车马仪仗浩浩荡荡，十里八乡人人称赞羡慕。路遥亲眼见过那场面，回来之后心里更是五味杂陈，越对比越觉得委屈。当晚他又跟媳妇念叨：你看看人家儿子发财，立刻把爹娘接走享福，怎么就这么风风光光，人人敬佩。再看看咱们，玛丽贵为状元高官，却让咱们一辈子守在乡下，说到底还是没把咱们真正放在心上。媳妇依旧耐心劝解，各家有各家难处，玛丽公务缠身，身不由己，京城规矩又多，咱们乡下人去了反倒不习惯，别胡乱攀比惹是非。可此刻的路遥早已听不进劝，执念一旦生根，便很难拔除。他暗暗下定决心，下次玛丽回乡，一定要亲口跟他提要求，让他把二老接到京城常住，日日相伴左右，绝不甘心一辈子困守乡村小院。转眼秋去冬来，临近年关，按照往年惯例，玛丽必然会抽空回乡探望。这一年，玛丽果然提前写信告知，说年节公务稍减，
会提前返乡陪二老过年。收到书信那日，路遥一整天精神都格外亢奋，心里反复演练要开口说的话，盘算着如何委婉又坚定地提出进京居住的请求。几日之后，车马仪仗浩浩荡荡驶入村庄。玛丽一身官服，端庄沉稳，面容比几年前更加成熟稳重，眉眼间既有官员的威仪，又藏着不变的温和谦恭。进了家门，她依旧如同从前一般，第一时间上前向二老躬身行礼，嘘寒问暖，细心查看二人身体状况，叮嘱下人凡事尽心伺候，半点高官架子也无。乡邻围在院外观看，无不夸赞玛丽知恩图报，品性良善。晚饭席间暖意融融，酒菜丰盛。酒过三巡，气氛渐渐松弛下来。路遥深吸一口气，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他先是细数当年养育种种艰辛，从玛丽幼年孤苦可怜，到二人下定决心收留照料，从日日磨豆腐省吃俭用供读书，到变卖牲畜凑齐赶考路费，再说到自己一路乞讨进京，满心委屈误会出走，一桩桩慢慢道来。玛丽静静听着，眼里满是温柔愧疚，连连点头称是，始终感念二老养育深恩。说到动情之处，路遥话锋一转，叹了长长一口气：“玛丽啊，老哥知道你公务繁忙，身不由己。这些年你给我们盖房置产，钱粮仆从从不短缺，恩情我们记在心里一辈子。只是人越老，心里越孤单，越想离亲人近一些。如今你功成名就，府邸宽阔宽敞，我们两个老骨头在乡下住着，虽安稳，却终究孤单冷清。我心里一直盼着，你能不能把我和你老嫂接到京城府里常住，往后日日相伴，踏踏实实靠着你，不再孤零零守着这一方小院。”话落之时，路遥放下手中酒杯，眼神直直望着玛丽，里面藏着压抑许久的期盼，攀比带来的不甘，还有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满桌的暖意瞬间淡了几分，空气微微凝滞。玛丽握着酒杯的手轻轻一顿，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随即又缓缓舒展，脸上依旧温和，只是眼底多了几分为难与思虑。一旁路遥的媳妇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暗中扯了扯路遥的衣袖，眼神里满是阻拦，生怕老头子一时贪心说出不该说的话，伤了彼此多年的情分。可路遥此刻早已被心中的执念填满，完全无视老伴的暗示，继续自顾自往下说着，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还有几分理直气壮。我和你老嫂无儿无女，这辈子唯一的念想就是好好把你养大，晚年能有个依靠。当初收养你，从来没想过要你大富大贵来报恩，只图老来身边有个亲人，不至于孤苦终老。如今你位高权重，府邸恢宏，仆从如云，偌大的状元府空空荡荡，多添我们两个老人，不过是举手之劳。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给你添麻烦。平日里安分守己，足不出府，不会干预你的公务，不会打扰你的应酬，只求能待在你身边，日日见上一面，心里也就踏实了。再说了，旁人都笑话我们，说你虽是状元老爷，念着旧情给我们钱财宅院，却始终不肯接我们近身，说到底还是嫌弃我们出身卑微，一身乡下土气，丢了你当官的体面。这些闲话日日钻进耳朵里，我这张老脸实在挂不住。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个晚年安稳，脸面周全吗？玛丽，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两个孤苦老人，成全我们这一点小小的心愿吧。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又夹杂着旁人闲话的委屈，还有长久以来藏在心底的攀比与不满。路遥本以为念着10几年的养育恩情，念着一路吃苦拉扯的情分，玛丽定然不会拒绝，定会一口答应，欢欢喜喜应下接他们进京养老的事。可玛丽沉默了许久，没有立刻应下，也没有直接回绝。她缓缓放下酒杯，端起桌上的热茶抿了一口，神色沉稳，语气诚恳又无奈。
缓缓开口回应：“老哥、老嫂，你们的养育之恩，我玛丽这辈子刻在骨子里，生生世世都不敢忘。当年若无你们好心收留，我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早就冻死、饿死在荒郊野外，哪有今日读书赶考、金榜题名的机会？你们省吃俭用，日夜操劳磨豆腐，供我衣食读书，变卖家中唯一的牲口为我凑齐盘缠，一路艰辛，万般不易，我全都记在心里，日夜不敢忘怀。这些年我修缮老宅，供养衣食，派人贴身照料，年年探望，岁岁馈赠，皆是发自本心，只想好好报答你们的恩情，让你们安度晚年，无忧无虑。这番话字字恳切，听得路遥心里稍稍舒缓，觉得自己的一番苦诉总算没有白费。可还没等他露出笑意，玛丽话锋一转，道出了不能接二老进京的缘由，条理清晰，句句属实，没有半点敷衍搪塞。只是京城不比乡下，规矩森严，礼法繁多，官场之中步步谨慎，一言一行皆受人瞩目。我身为新科状元，身居要职，一举一动都在众人监视之下，上有朝堂律法约束，下有同僚权贵紧盯，稍有不慎便会被人抓住把柄，无端生事，引来祸端。状元府并非只是简单的居住之所，更是官宦往来、公务接洽之地，来往皆是朝中官员、世家权贵，礼仪规矩层层束缚，半点马虎不得。二位长辈一辈子生活在乡野村落，性情淳朴自在，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若是骤然去往京城高墙大院之中，日日被困在府邸之内，处处要守规矩、居严行，出门要顾忌身份，说话要斟酌分寸，邻里皆是陌生权贵，没有熟识乡邻闲谈唠嗑，没有田间小院自在随心，日子看似荣华富贵，实则拘束压抑，反而会过得满心煎熬，日夜不自在。我一心想让你们享福，又怎能忍心让二老远离故土，被困在牢笼一般的宅院之中，受那份委屈与束缚？再者，朝堂局势风云变幻，官场沉浮难以预料，今日安稳顺遂，明日或许就有风波事端。我一人身在官场，早已身不由己，前路风雨未知，实在不敢将二位至亲长辈接入京城，卷入是非漩涡之中。乡下安稳太平，民风淳朴，邻里和睦，宅院清静安逸，衣食无忧，有人伺候照料，无世事纷扰，无官场纷争，这才是最适合二位安度晚年的地方，也是我用心为你们谋划的安稳退路。玛丽说的面面俱到，情理兼顾，既有现实的难处，也有真心的考量，字字句句都是为两位老人的安稳着想，没有半分嫌弃，更没有半分薄情。可路遥此刻满心都是进京享福，风光体面的执念，根本听不进这些道理。在他眼里，所有的难处都是借口，所有的顾虑都是推脱。说到底，就是玛丽发达了，嫌弃乡下出身的自己，怕两个乡下老人丢了他状元的脸面，怕旁人笑话他出身贫寒，怕两位老人不懂规矩，坏了他官场上的人脉与名声。路遥脸色一点点沉了下来，原本泛红恳切的眼眶渐渐染上了怒气与寒心，胸口不断起伏，积攒多年的委屈，极度不甘，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出来。好一个规矩森严，好一个身不由己，说到底你就是嫌弃我们了。路遥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筷被震得叮当作响，酒水洒落在木桌之上，晕开一片片湿痕。当年你落魄潦倒，无家可归之时，怎么不嫌弃我们乡下茅屋破旧，嫌弃我们磨豆腐，出身低微？当年你寒窗苦读，衣食全靠我们粗粮野菜接济之时，怎么不讲京城规矩，不讲官宦体面？当年你赶考无路，我们变卖唯一家产为你铺路之时，你怎么不说官场险恶，怕牵连我们？如今你金榜题名，一步登天，穿上了绸缎官袍，坐上了高头大马，踏入了权贵圈层，就开始嫌弃养育你的故土，
嫌弃拉扯你长大的我们。我们不求你大富大贵的赏赐，不求你高官厚禄的庇护，只求晚年能离你近一些，只求一份亲人相伴的安稳。就这么难吗？旁人养子防老，养儿承欢膝下，我们养你一场，倾尽半生心血，到头来却只能被你远远安置在乡下，像外人一般隔着千山万水，一年见不上几回面。这难道就是你口中的知恩图报？路遥越说越激动，声音微微颤抖。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积攒已久的怨气全部倾泻而出。别去！一旁的老伴吓得连忙拉住他，连声劝阻。当家的，你少说两句，别冲动。玛丽有她的难处，咱们不能强人所难啊。可路遥此刻早已被怒火冲昏头脑，一把甩开老伴的手，死死盯着玛丽，语气冰冷又失望。我以前总跟村里所有人夸赞你，说你重情重义，知恩不忘本，是天底下最孝顺最良心的孩子。如今看来，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看人看走了眼，你心里的恩情不过是用银子宅院打发了事，从来没有真正把我们当成至亲长辈看待，从来没有想过真心实意的陪伴。钱财再好，不如亲人在侧；宅院再大，不如朝夕相伴。这个道理，你身居高位，反倒越活越糊涂了。面对路遥突如其来的暴怒与指责，玛丽没有生气，也没有动怒，只是神色越发无奈，眼底闪过浓浓的苦涩与愧疚。他知道路遥年纪大了，心思敏感，容易被旁人闲话影响，容易心生攀比，这份执念一旦种下，便很难化解。他也明白二老无儿无女，内心深处极度缺乏安全感，越是年迈，越是渴望亲人陪伴。这份心思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玛丽缓缓站起身，对着路遥深深躬身一揖，姿态谦卑，语气满是歉意。老哥，是我考虑不周，忽略了二位长辈心中的孤单与念想，让你们心生委屈，受尽旁人闲话，是我的过错。我从未嫌弃二位半分，养育之恩重于泰山，我这辈子都报答不完。若是二位实在思念于我，不愿长久居于乡下，我可以折中安排，每3个月便亲自回乡小住半月，放下手头公务，专心陪伴二老左右，陪你们散步闲谈，逛街赶集，料理家事，朝夕相伴，弥补不能近身照料的遗憾。除此之外，我可以在城中繁华地段购置一座雅致小院，不大不小，清静安逸，没有官场纷扰，远离权贵是非，既不像京城那般规矩束缚，又比乡村热闹便利。若是二位想换个环境居住，随时可以搬过去，想要常住便常住，想要回乡便随时回乡，来去自由，无拘无束。城中医药便利，物资齐全，比起乡下更适合养老养病，下人仆从照旧贴身伺候，衣食供给半点不会缩减。这样的安排，二位可否愿意接纳这个折中法子，已经是玛丽能做到的极致，既避开了京城官场的是非风险，又满足了老人想要换个环境，离繁华近一些，多些陪伴的心愿，进退有度，周全妥当。路遥听完，怒气稍稍平复了一些，可心里的贪念依旧没有彻底消散。城中小院再好，终究比不上京城状元府的气派风光，比不上高官府邸的体面尊贵。他沉默着，低头不语，心里反复权衡，依旧觉得不够满足。村里那些外出经商发家的子弟，能把父母接到繁华大城府邸安享荣华，凭什么自己辛苦养大的状元只能给自己一座普通小城的宅院？越想越不平衡，那点被压制下去的私心又开始隐隐作祟。就在气氛僵持不下，场面越发尴尬之时，一直沉默寡言默默旁观的老嫂缓缓开口，语气温和却坚定，一语点醒梦中人，也打破了这场僵局。当家的，你活了大半辈子，怎么越活越糊涂，越活越贪心了？老嫂轻轻叹了口气，眼神平静地看着路遥。当年我们收留玛丽，是见她孤苦无依，心生怜悯，只想给这可怜孩子一口饭吃。
一个遮风挡雨的家，从头到尾从未奢求过他日后飞黄腾达，给我们多少富贵荣华。那时候我们守着一间破屋，日日磨豆腐，粗茶淡饭，日子清贫，却过得心安踏实，从不羡慕旁人。后来孩子争气，寒窗苦读，金榜题名，不忘旧恩，给我们翻盖大院，送来钱粮仆从，衣食无忧，百病有靠，一年四季挂念不断。逢年过节亲自回乡探望，这般恩情早已超出我们当初的期盼太多太多。人这一辈子知足方能长乐，贪心只会徒增烦恼。京城繁华，规矩重重，是非不断，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步步惊心。普通人去了未必是福气，反倒可能是祸端。玛丽身在官场，身不由己，日日如履薄冰，早已足够辛苦。我们身为养育她的长辈，不能帮她分担风雨也就罢了，万万不能再给她增添负担，逼迫她为难。乡下小院，依山傍水，邻里和睦，安稳清静，无争无扰，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晚年福地。城里小院再好，也不如故土安稳自在。与其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繁华，不如安守本心，惜福知足，好好守住眼前的安稳日子。莫要被旁人的闲话蒙蔽了心智，伤了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老嫂一字一句朴实无华，却句句通透，字字在理。她一生淳朴善良，心思简单，不贪慕虚荣，不攀比富贵，只看重人心善恶，亲情厚薄。在她眼里，玛丽的真心相待，知恩图报，远比锦衣玉食、豪门府邸更加珍贵。这番朴实的话语如同当头一盆凉水，瞬间浇灭了路遥心中大半的贪念与怒火。他怔怔地看着相伴几十年的老伴，看着他一脸平和淡然，再看看眼前躬身致歉、满心愧疚、处处为自己考量的玛丽，又回想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回想自己当初一路乞讨进京，狼狈不堪，是玛丽放下繁忙公务，好生款待；回想自己赌气偷偷出走，是玛丽暗中安排随从一路护送，不辞辛劳照料吃喝住行。回想自己误会他忘恩负义，肆意咒骂，他却从不记恨，依旧真心相待。回想这2年锦衣玉食，宅院宽敞，下人伺候，无需劳作，无忧无虑。这般日子已是世间无数穷苦老人梦寐以求的福气。自己本是无儿无女，注定老来孤苦的苦命人，却因一时心善，收留孤童，积下善德，换来晚年安稳富足，亲人挂念，本该感恩知足，安稳度日，却偏偏被旁人几句闲话、几分攀比乱了心智，生出无尽贪念，步步紧逼，为难真心待自己的孩子，实在是糊涂至极，自私至极。想到这里，路遥满脸羞愧，脸颊发烫，心头又酸又涩，无尽的懊悔席卷全身。他看着玛丽疲惫又愧疚的眉眼，想起这些年孩子身在官场的不易，想起自己方才口不择言、恶语相向的模样，顿时老泪纵横。是我错了，是我老糊涂了，被猪油蒙了心，听信旁人闲言，胡乱攀比，贪心不足，一时糊涂，说了太多伤人的话，委屈了你，也辜负了你的一片真心。路遥抬手抹掉脸上的泪水，声音沙哑浑浊，满是愧疚。你说的对，京城是非多，规矩大，我们乡下人去了确实不习惯，只会给你添乱添堵。乡下很好，宅院安稳，日子舒心，有你年年挂念，常常回乡陪伴。我和你老嫂已经足够知足，再也没有任何奢求了。什么城里小院，什么京城富贵，统统都不要了。我们就守着这片故土，守着这座院子，安安稳稳度过余生。你安心打理公务，好好为官做事，不必为我们分心操劳，不用刻意迁就我们的私心。只要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为官清正，心怀良善，我们2个老人就日日心安，夜夜安稳。说完，路遥主动起身，走到玛丽面前，伸手轻轻扶起她，语气满是歉意：好孩子，别再躬身自责了，该认错的是我，
你重情重义，知恩不忘，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往后我再也不会胡思乱想，胡乱猜忌，好好过日子，踏踏实实享福，绝不拖你的后腿。见路遥终于幡然醒悟，放下执念，马丽紧绷的心弦终于缓缓放松，脸上的无奈与苦涩散去，重新染上温和的笑意。他紧紧握住路遥粗糙的手掌，掌心温热有力，眼神真挚无比。老哥能想明白就好，一家人之间本就没有什么隔阂怨恨，些许误会说开便好。无论我身在何方，身居何位，你们永远是我最亲的长辈，这份养育情分生生世世永不更改。一旁的老嫂见二人解开隔阂，重归和睦，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连忙拿起茶壶，重新给二人斟满热茶。桌上紧绷的气氛彻底消散，暖意再次萦绕满屋。夜色渐深，窗外寒风簌簌，屋内灯火温暖，茶香袅袅，饭菜温热。三人放下心中芥蒂，抛开私心杂念，重新闲话家常。玛丽缓缓说起朝堂见闻，句句点到为止，只说安稳去世，不提官场险恶。路遥也不再攀比富贵，只和他聊聊村里琐事，田间变化，家长里短，平淡温馨。那一晚没有争执，没有猜忌，没有贪心，只有亲人之间最纯粹的温情与体谅。几日之后，年关将至，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年味愈发浓厚。玛丽放下所有公务，安心留在家中，日日陪伴两位老人。清晨陪着路遥漫步村口街巷，和乡邻闲话说笑；午后陪着老嫂打理院中花草，静坐晒太阳唠家常。傍晚一家人围坐一桌，吃家常菜，饮温酒，聊过往岁月，说人间烟火，往日里高高在上的状元老爷，在这座乡下大院里褪去所有官袍威仪，只是一个孝顺谦和的晚辈，温和朴实，贴心细致。他会主动帮着打扫庭院，会亲手给二老端茶递水，会耐心倾听老人的碎碎念叨，毫无半点架子。村里的乡邻看在眼里，纷纷感慨路遥夫妻俩心善积德，善有善报。玛丽更是世间难得的重情重义之人，富贵不忘本，发达不忘恩，这般纯粹的良心，在浮华世间实在难得。年节过后，假期结束，玛丽需要启程返回京城履职。临行那日，路遥夫妻俩亲自送到村口，没有不舍的强求，没有无理的要求，只有满心的叮嘱与牵挂。在外为官，切莫劳累过度，凡事量力而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为官要清正廉明，心怀百姓，踏踏实实做事，稳稳当当做人。家里一切安好，无需挂念，安心做事便可。句句都是朴实的叮嘱，没有奢华的期盼，只有亲人最真切的关怀。玛丽郑重点头，牢牢记下二老的叮嘱，再三承诺，定会按时回乡探望，常寄书信报平安，护二老一世安稳。马蹄声缓缓响起，车马队伍渐渐远去，消失在道路尽头。路遥夫妻俩站在村口，静静遥望了许久，才相互搀扶着慢慢走回大院。